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湖北恩施的陆源平，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天坑，在天坑底部呢住了几十户人家，它这里也是湖北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。尽管说不通公路啊，但是在我们那边可以看到有一部电梯，也就是说这里车辆进不来，但是大家进出的话可以坐这部电梯。正常来讲，有了电梯之后，村民的话进出肯定会乘坐的。但是我刚才碰到一位村民啊，他说在这里基本上是不坐电梯，也就是说不愿意坐电梯，他们继续走这个栈道以及爬山出去，快的话可能要1个多小时，慢的话要2个多小时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有电梯不坐反而走路。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村民了解一下，顺便我们自己呢也去体验一下这个电梯。我们看看远处，这个就是栈道，我们是从这里下来的。那么他们当地村民很多也是从这个栈道进来或者出去，特别是里面一些开农家乐的，他们说他们的很多东西啊也是从这个栈道背上来，然后通过这个台阶连接的。那个电梯就在那个地方，它这个电梯啊高度大概是300多米。上个视频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天坑村它是怎么由来的，就是在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，他们的祖先逃难来到了这个地方，觉得这个条件不错，从而在这里扎根，在这里传承。所以这个村落呢，也算是一个300多年的古村落。最多的时候大概是60户来人家，但是现在呢，只剩下30户左右，大部分是中老年人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它至今仍然不通公路，进出的话主要是靠走，生活还是有点不方便。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地方是世外桃源，但是呢，如果对于那些经常生活在天坑村里面的人来说，可能呢就不太方便了。刚才我们是从栈道走下来的，顺便也看了一下天坑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坐电梯出去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刚才我们是从上面那个栈道一路弯下来，高度大概400多米，而前面那个电梯的它的高度大概是300米到400米之间。所以我们现在去体验一下这个与众不同的电梯，看看装在天坑里的电梯有什么不同之处。进出这个天坑通行方式主要就是走那个栈道以及坐电梯，还有一种呢就是货运的索道。像建设这个景区，他们用的很多材料啊是通过索道运输的，因为从栈道背下来太难了，而这个电梯呢是不允许载货的，所以就建造了一个索道。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3轮摩托车以及紧急的观光车，都是通过刚刚看那个索道运输下来的，因为其他途径没法下来。我在网上看资料说，这个观光车当时从上面掉下来，花费了很长的时间，因为这里的垂直落差大概是500多米。我在去坐电梯的路上遇到一位当地的大爷，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在这里出生，现在已经66岁了。他在这里主要是运送他的货物，旁边看到那些一包一包的，是他在这里种植农作物的一些肥料。因为从上面背，他年纪这么大，很辛苦，所以呢，就通过这个索道把那个货物运送下来，一次大概是能装10袋，当然了，也是收费的。并且大爷爷告诉我们，他基本也不坐电梯。不坐电梯嘞，为什么？电梯要钱的，多少钱？我们30块钱。游客90。对呀。这位大爷他生活在这个天坑村一辈子，他说现在出去的话基本是走栈道，如果坐电梯他一个人单程是30块钱，而且呢基本上是得空手，因为不能携带货物，简单的一点可以，像他这种带肥料啊是不允许的。所以说他就基本上很少坐电梯，因为单程30，往返就60嘛。大家觉得这个费用如何？如果是游客的话，单程是90，往返180。电梯基本上是客用的，而这个索道是货运。我们刚刚说这位大爷从上面运送了10包肥料下来，费用是300，并且呢这个肥料现在是放在这里，如果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农用车拉到家里，又得花费几十。所以住在这个天坑村里面的人呢，就是运送
物资不方便。那基本上你们这个地方村民坐电梯的还是少的可怜。从这个底部往上面看，真的是超级的那个高啊！以前村民进出的道路就在那边，现在还有一些人走，就主要是那些来这边徒步，算是一些驴友吧。当地村民走的就很少了，差不多到了。在这个下面看也是很壮观的，它是2台，一左一右。这个就是电梯外面的情况，它中间还有个步梯，维修是可以走在上面的。电梯启动了，马上就可以上去了。开始了，它这个电梯应该挺快的，我看资料说大概是2分40秒。有这样一句古话说得好，要想富先修路，这对于那些山区里面呢是最为重要的。只有把道路公路修通了，山里面的人才能走出来，山里面的物资，山里面的农产品才能够让大家更为熟知。但是由于有些地方啊确实环境非常复杂，道路很难修得通。你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陆苑坪，它四周都是绝壁，在这里呢就因地制宜修建了一条长度380米、高300米的绝壁电梯。它这个电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，一般我们看到的是垂直直上直下的电梯，而它这里呢是斜行电梯，它的坡度达到了47度，所以也称之为全球最长的斜行电梯。这个电梯总共投资是7300万，所用的钢材大概是1000多吨。它是双向电梯，2台轿厢可独立上下运行，满载一次可以运输26个人。没有这个电梯，如果要爬出这个天坑，大概要走1800个台阶。你想一想，爬山要差不多2个小时，坐电梯的话才2分40秒，相差太大了，很震撼吧？而且这个是算是观光电梯，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，越来越高了。大家觉得这个电梯怎么样？这电梯很稳的，噪音也不大，坐起来跟我们平时在坐那大厦的电梯差不多。我们可以出来了。尽管说这个电梯安装之后，游客也好，当地村民也好，出行都比较方便，但是坐这个电梯的估计大部分是游客，当地的村民很少坐这个电梯。我们刚刚在天坑底部那位大爷了解得到，他们当地村民进出的话，尽管说费用相比游客少一点，但是呢还是单程需要30，往返需要60。那其实对于当地村民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，并且乘坐这个电梯不能携带一些大的物件，比方说当地村民如果要背一些大物品出去，或者去赶集去采购，背了上百斤几十斤的东西，或者一些大物件，他们就没法乘坐。所以当地的村民可能宁愿爬山走台阶出去，都不愿意坐这个电梯，因为确实成本相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高。那么作为游客来讲的话，我估计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下山走台阶走栈道，上山的话可能就会坐这个电梯，因为游客主要是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，欣赏一下这个天坑村当地村民的生活，欣赏一下这个悬崖绝壁。你如果说游客要爬将近1800个台阶上去，那会很累的，有这个电梯就方便了许多，挺快的吧。坐完电梯我们就走这个悬空栈道出去，刚刚我们是从那边下去的。徒步的栈道和坐电梯刚好是2个方向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